活了18年才发现自己是个男配，身边所有女人都会被男主无情夺走，高冷傲娇的青梅校花，霸道病娇的冰山总裁，甚至是说好陪我一辈子的温婉姐姐，只要男主轻描淡写的一句天凉了，这群疯批女主就会毫不犹豫将我粉身碎骨。于是当女主再次为了男主找我麻烦时，我决定开摆了。林薇薇心中正得意，忽然听见我说她是傻白甜，不满地瞪了我一眼，随后看向安以诺，你的这个同学出现的问题不小啊。安以诺眼神之中满是担忧，晨曦不会这么惨吧？本来家世就不好，还有很严重的抑郁症，万一再生出什么大病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安以诺冲我咬牙切齿，宋墨，晨曦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他的下辈子就由你来负责。呵呵，我觉得安家的大小姐真的要去医院里面治脑子了，也不知道林薇薇会不会治脑子。林薇薇没好气的悄悄白了我一眼，然后冲晨曦厉声道：“同学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”突如其来的厉喝让晨曦吓了一大跳，肩膀忍不住一耸。安以诺吃惊的看着林薇薇，林医生，你吼病人做什么？林薇薇没理会他，校医务室是给生病的同学看病的地方，绝对不是给装病的同学耽搁时间的地方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有没有装晕吗？安以诺一脸不可置信，晨曦竟然是在装晕。晨曦顿时感觉不好了，完了，被发现了。如今骑虎难下，若是承认了自己装晕，那岂不是颜面无存，甚至说不定还要被安以诺讨厌。但他反应很快，装作如梦初醒一般睁开眼睛，一脸懵懂的看着林薇薇，医生，我刚才怎么了？好像我是晕倒了。林薇薇深深的看了晨曦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这给了晨曦喘息和操作的时间。他抱歉的看向安以诺，对不起班长，刚才我晕过去了，但是很快就醒了过来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碍，让你担心了。安以诺摆摆手，只要晨曦同学你没事就好。我不吭声，站在旁边操弄着手机发消息。在晨曦装晕之后不久，我就在班群里面找到夏柔同学，请他帮我把监控调了出来。晨曦还在进行着自己的表演，我一把拉过安以诺，将手机录下的监控视频给他看。安以诺同学，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证明我的清白了？安以诺很是仔细的将视频看完，即使很难相信，但是证据摆在这里，他不得不信，竟然还真不是宋墨做的，他只是在厕所外面洗了个手，根本没有进去上厕所，自然不可能将晨曦反锁在厕所里面了。安以诺现在很尴尬，原来自己真的误会宋墨了。我似笑非笑的看着晨曦，陈同学，现在你还觉得是我将你反锁在厕所里面的了吗？你看你话里话外冤枉我，好像对我有很多意见了。晨曦的表情瞬间变得可怜兮兮，对不起宋墨同学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当时我在厕所的时候只听见了你的声音，所以才会误会那个人是你的。停停停，我连忙止住晨曦的诉苦，监控显示，在你被反锁的那段时间里面，厕所里面进进出出的同学并不算少，为什么你不叫同学给你开门？晨曦一时语塞，但以为这就能将其绝杀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不敢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孤儿，因为身世不好，同学们全都看不起我，都欺负我污，我就活该被锁在厕所里面。那破碎柔软的奶狗音，真让人情不自禁就会产生想要呵护的念头来。安以诺纠结了很久，最终指责我道：“晨曦同学只是搞错了而已，你不是已经证明清白了吗？为什么还要一直咄咄逼人？我很清楚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人与人之间讲的不是道理，而是立场。”安以诺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，同时安家掌握着我现在根本无法抗衡的权势，我一切的争辩都毫无意义。系统刚刚到手，还没有捂热乎呢，我如今也完全不想再和安以诺浪费时间了。淡淡哦了一声，就打算离开。安大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回家吃饭，就先不和你聊了。煞比安以诺，像狗一样被晨曦耍得团团转。前世里面晨曦的后宫团之中最蠢的那个女人就是她了，就连林薇薇那个傻白甜都比她好得多。晨曦一边在校外疯狂搞暧昧，一边在学校里面吊着安以诺这只蠢驴，完全把安以诺当成了自己的丫鬟来使唤。学校里面的什么破事都交给她来干，甚至还要用安家的钱去和别的女人创业。闻言，安以诺脸上渐渐浮现出震惊、前世，脑海之中一切的线索全都串起来了。原来宋墨竟然是重生者了，难怪他的心声里会出现那么多奇怪的话语。而且现在的宋墨有很大不同，根源竟出在这里。所以按照宋墨的心声所说，自己将来会喜欢上晨曦，并且成为他的舔狗。而晨曦其实不像表面这么简单，一直在吊着自己。此时我已经走远了，安以诺很想要冲出去叫住我，问问关于未来发生的一切，但是他还是忍住了，表面上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，拿出一个苹果帮晨曦削着，心不在焉的想着事情。其实他确实对晨曦有好感，那张苍白柔弱的脸蛋，还有眼神之中那化不开的破碎感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有故事的男生。在了解到晨曦的身世之后，他便情不自禁的心疼起来。出于同情，他一直在帮助着晨曦，直到今天发生的一切。安以诺将苹果削好递给晨曦，晨曦咬了一口之后，竟丝毫不避讳的将苹果重新递给安以诺，面上露出一个阳光的笑容。以诺你也吃。安以诺什么时候吃过别人吃剩下的东西？何况在我那了解到晨曦好像很有心机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正在想怎么拒绝。晨曦苦笑一声，也是，以诺你是安家的大小姐，怎么可能会吃我吃剩下的苹果呢？是我太愉悦了，其实我只是想要向你分享我拥有的一切吧。苹果真的很甜。晨曦的一套连招下来，若是以前的安以诺肯定不忍心然后就吃了，但今天他莫名觉得晨曦有些虚伪，于是破天荒的撒谎解释道，我今天来了例假，不能吃凉的东西。晨曦你不要多想，我们是同学啊。晨曦眼中隐晦的露出些许阴霾，他很确定安以诺变了，全都是因为宋墨那个家伙。另一边林薇薇也久久没缓过神，宋墨竟然是重生者，他还能听见宋墨的心声啊。林薇薇眼神中充满着跃跃欲试的色彩，发现了这样大的一个秘密，要是不做一点事情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听宋墨的心声说自己还是晨曦的后宫团之一，那个晨曦就是病床上躺着的那个装病的小子吧？看上去
好像楚楚可怜的，没想到竟然还是一个海王，自己怎么会成为他的后宫啊？一定是前世的自己被晨曦的伪装给蒙蔽了，就是不知道前世自己和晨曦发展到了哪一步。呸，管他呢，反正这辈子自己是肯定不会喜欢上晨曦的。这个戴着面具的虚伪的人，他真是片刻也不想看到。安以诺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林家和安家都是世家，也算是战略上的合作伙伴，因此林微微想要拉安以诺一把。来到病房外面，林微微压低声音道：看在咱们世交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忠告，其实你的那个相好不靠谱，刚才他一直在装病，而且根本没有抑郁症。安以诺连忙否认道：你误会了，他不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和他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仅仅只是同学而已。林微微奇怪地瞥了一眼安以诺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如果在你心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同学，你会为了他和另外一个同学翻脸，还这样照顾他？安以诺无言以对，心中也开始怀疑起来，难道自己做的真的很过火吗？